并将校花曾在全校800万师生面前扬言：谁考试成绩敢超过我，我就给谁当女朋友。这下的你月考时交了白卷，不出意外，你还是得了全校第一。因为其他同学分数都是负的，只有你是0分，稳居第一。没有办法，你准备连夜拍火车跑路。他可是病娇哎，要是被他惦记上，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但你还是失算了，刚跑出宿舍2米半，就被他的保镖捆成粽子。小乖乖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他笑得很高兴，盯着你的眼神带着蠢蠢欲动。我说去接我爷爷放学，你信吗？说完，你就想要直接转身向外走去，但很快一只手就拉住了你，随后腹部遭受重击。你这个疯婆娘，被高跟鞋一脚踢中肚子，你匍匐在地，罪魁祸首却冷眸看着你，语气出乎意料的平静。这可不怪我，是你自己要跑的，而且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。嘿嘿，这家伙真不错，至少不会像那些假惺惺的少爷公子一样，因为自己的身份就对自己言听计从。如此大的动静吸引了不少人，不少看热闹的人正打算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，但他们看到动手的人是桂妍叶的时候，脸色一变，毫不犹豫地跑回了宿舍。但也有不少好心的人看着你的惨样，直接找来了老师。看了一眼从远处走来的老师，桂妍叶收回目光，蹲下身，用手挑起了你的下巴。此时你的脸上还带着一丝痛苦之色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你这个疯女人，我记住你了，走夜路的时候小心点。但下一秒你的瞳孔一缩，因为疼痛而张开的嘴唇被狠狠咬住。桂妍叶重新站起身，舔了舔红唇，对着愣在当场的你笑道：今天就先给你留个记号吧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东西了。明天正好是周末，我早上会在校门口等你，到时候我们好好聊聊吧。傻子才会去。看着桂妍叶离开的背影，你气愤地擦了擦嘴，随后回到了宿舍。跑是跑不掉了，我得想点别的办法，让他离我远点。这时好兄弟王扁也吃好饭回到了宿舍，看到躺在床上的你，有些惊讶。哟，伊藤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别提了，刚刚遇到个女疯子。你简单的把刚刚图书馆的事情说了一遍，说完之后脸上还带着不爽。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这也就是我不打女人，不然3秒钟就能把她镶在墙上。就你，可别怪我没告诉你，那个桂妍叶可是公道社的，不说别的，单论手臂的力气，人家就能打你100个。一听，你有些悻悻然的躺回了床上，嘴硬道：哼，好男不跟女斗。那你明天早上要去赴约吗？你脑子就斗了吧，他叫我去我就去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反正谁爱去谁去，我肯定是不会去的。次日清晨，因为是周末，所以有不少学生都趁着放假回了家。此时校园内的学生很少。早上9点，一道亮丽的身影站在了校门口，脸上散发着一阵森寒。为了今天的约会，桂妍叶可是特意打扮了一下自己的穿着，想要以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。但此刻他的心情很差，抬起手表看了眼时间，已经过了10点了，你居然还没来。很快，一名去打探消息的保镖从男宿舍跑了过来，脸色有些犹豫地说道：小姐，伊藤少爷好像还在宿舍睡大觉。闻言，桂妍叶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从来没人敢让我等这么久，真是好样的。带上人，跟我走。冷着张脸的桂妍叶直接带人朝着男生宿舍走去，身后的300名保镖人高马大，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。居然敢放大小姐的鸽子，简直就是活腻歪了。是啊，今天我要帮小姐卸了她3条腿。很快，桂妍叶就冷着张脸来到了你的宿舍的门口，身后的保镖上前一步，推开了宿舍的大门，恭敬地站在一旁，踩着小白鞋，桂妍叶直接走了进去。3名保镖先后跟上，并关上了房门。宿舍内被强行叫醒的王扁眼神恐惧地被丢在了角落，四肢全部被麻绳绑住，嘴上还缠着胶布。桂妍叶则是走到了里面的一张床边，冷眼看着睡得正香甜的你，不由得发出一声冷笑。这家伙倒是挺会享受，看来是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床上，你侧身抱着被子睡得正香，但是很快嘴唇传来一阵刺痛，让你瞬间惊醒了过来。被丢在角落的王扁也是一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被桂妍叶摇醒的你，心中忽然有些羡慕。好家伙，接吻这种高贵的事情是随便就能做的吗？放开他，让我来。你瞪大眼睛，脑袋被桂妍叶狠狠地按住，眼神之中透露出惊恐。桂妍叶眼神冰冷，尖锐的小虎牙直接用力地咬了下去。这样的一幕足足持续了5分钟，他才松开你，然后阴沉着张脸坐在床边，冷笑着说：从来没人敢放我的鸽子，伊藤城你很不错嘛，不过你越是想要反抗，我就对你越感兴趣。你缩在床角，直接就是破口大骂：你脑子瓦特了吧？这可是男生宿舍，我以后再也不考第一了还不行吗？此话一出，桂妍叶的脸色变得更加的冷了，像是覆盖上了一层寒霜。你是在说我不如你？看到这个眼神，窝在床角的你莫名的有些心虚，没有上去承认，也没有反驳。早知道拿个第一这么麻烦，当时就该跟老王换个条件，现在倒好直接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桂妍叶站起身，拍了拍手，冷声吩咐道：5分钟时间，我要在楼下看见他。说完，他就头也不回推开宿舍门走了出去。宿舍楼下，一辆红色的迈巴赫停在道路中央，装饰奢华的后座内，桂妍叶翘着修长的腿，抬起手看了看时间，还有1分钟。下一秒，车门就被打开，穿着整洁的你被丢了进来，头还好死不死的靠在了桂妍叶的脚边。桂妍叶居高临下的看着你，随后抬起脚踩在了你的头上，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。这个待遇你觉得还满意吗？前往未知地点，你叹了口气，无奈的对坐在一
一旁的桂妍叶询问道。大小姐，你到底是看上我哪了？我保证，只要你说，我绝对改。跟我待在一起，你就这么不满？你皱了皱眉，如果现在敢说不满，下场一定会很惨。大小姐，要知道在昨天之前，我们之间连一次话都没说过，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？桂妍叶靠在一旁，忽然笑了起来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，我喜欢跟优秀的同龄人在一起，你现在勉强算是一个，只要你以后以男朋友的身份与我相处，我可以给你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，怎么样？这个交易很划算吧？在桂妍叶看来，只要不是傻子都会同意自己的交易，毕竟她好歹也算是魔都大学的校花，身份背景更是不用说，有她这样的天之娇女做女朋友，又有几个男人会拒绝呢？呵，我拒绝。这让桂妍叶的柳眉一皱。理由呢？你直接伸出了3根手指，缓缓道：第一，你压根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；第二，我这个人对荣华富贵没什么追求，只要活得够好就行了，钱再多也是浪费。至于第三，你看着桂妍叶眼中出现一丝厌恶，我对过家家没有任何兴趣，你想要的不就是所谓的朋友游戏吗？小孩子的玩意我才懒得奉陪。这下不仅是桂妍叶愣神了，就连坐在前面专心开车的司机都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后视镜。这小子居然敢对大小姐说出这样的话，简直就是活腻歪了。孩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桂妍叶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不再理会你，直接扭头对着司机吩咐道：直接回别墅。这下子你有点慌了，这该不会是想要把自己绑回家，然后狠狠地折磨自己吧？我靠，你们放我下去！话还没说几句，桂妍叶上来抓住你的衣领就是一记手刀，你直接晕了过去。天云别墅区，不知道是睡了多久，你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入眼是一处陌生的吊顶天花板，这是哪？四肢被锁链死死的绑在床的四角，根本无法挣脱。你瞬间惊醒，手脚开始胡乱的挣扎，绑住手脚的铁链发出声音。这个疯女人居然把我绑起来了，这是想要干嘛？该不会是因为自己拒绝了她，所以她就要杀我灭口吧？就在这时，安静的浴室门打开，白色的水蒸气冒了出来，空气中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迷人的幽香。听见动静，你停止挣扎，扭头看了过去，脸上瞬间攀上一缕绯红，忍不住闭上眼睛。你疯了啊！只见桂妍叶从浴室中走出，她脸上一闪而过绯红，然后嘴角勾起弧度，站在床上看着你。被绑在床上，你紧闭着眼睛，声音有些发颤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就算能够得到我的身体，你也绝对得不到我的灵魂，而且你这可是犯法的，迷途知返啊！桂妍叶光着脚坐在床边，拧了拧自己头发上的水珠，头也不回道：我怎么不记得犯法？亏你还是年级第一呢，输给你我都觉得丢人。你颤声道：姐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放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下次不跟你抢第一了。放了你！桂妍叶光着脚站在床上，蔑视地看了你一眼，不屑地说道：你不是说我在过家家吗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过家家。说着，她直接吻了上来，然后直勾勾地盯着你的眼睛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过家家吗？你休想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桂妍叶呵呵一笑，真是一头倔驴，不过这样才有被我爱的价值。随后在你惊恐的眼神下，桂妍叶施展了阿威18式。你服吗？不服。服不服？我不。别，服了服了。1个小时后，桂妍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那你要做我的男朋友吗？做。一阵松动的声音，被绑住四肢的你终于恢复了自由，咬牙看着走向浴室的桂妍叶。你给我等着，疯女人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在换上了一身白色的长纱裙后，桂妍叶看着慢吞吞跟在身后的你，冷冷道：走，去天华商场。天华商场是魔都最大的商城，没有之一，拥有最全的货源，与其合作的商家在国内都有着很大的名气。由于是周末，所以今天来商场的人特别多。走下车，以桂妍叶的颜值瞬间吸引到了不少人的目光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但他的眼睛却是冷冰冰的看着走在前面的你，目光像是要杀人。你顿时感觉背后一凉，像是被什么恐怖的东西给盯上了一样，下意识的打了个冷战，扭头发现桂妍叶站在原地没有要走的打算，讪讪的走了回去。你怎么不走啊？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闻言，你的脸上闪过犹豫，然后用不确定的语气回道：男女朋友关系。但就是这转瞬即逝的犹豫让桂妍叶心情更加糟糕，她冷冰冰的开口：你把身体转过去。哦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你还是乖乖的转了过去。鬼知道要是不照做的话，这娘们会不会当着周围这么多人的面给自己一巴掌？随着你转过身，桂妍叶抬起了自己的小白鞋，然后狠狠的一脚踹在了你的身上。我操！毫无防备的你直接被踹出去1米远，脸直接和瓷砖地面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。你揉着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怒目看向了桂妍叶：你个疯女人，踹我干嘛？这一脚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把我当做女朋友，所以我很不高兴。我们才认识不到2天，能把你当成女朋友呢，才有鬼了。看着周围人不断的散去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少，你的眼珠子忽然一转，脑中灵光一闪。对啊，现在可不是在别墅，为什么不趁着现在逃走呢？这疯女人虽然力气很大，但再怎么说也是个女的，跑的速度肯定没自己快。想到这里，你脸上的愤怒顿时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真诚的笑容。你直接走了过去，牵住了桂妍叶的手。嘿嘿，刚刚是我不懂事，我们认识的时间毕竟还短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这一次吧。看着你主动牵起了自己的手，桂妍叶心中的不满消散了一些，冷哼一声：算你识相，那这一次就放过你吧。说着，你俩牵着手走进了商场，刚打算开口去喝一些东西，好找借口上厕所逃跑，就被桂妍叶直接拉到了一家劳力士手表店内。桂小姐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给她找一款合适的表，要最好的。听见这话，你不由得
一愣，挠了挠头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一个穷学生戴这么贵的表钻，怎么回事？对此，桂妍叶只是冷淡的回道：你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，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连50块都没有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女经理笑着走到了玻璃柜后，轻车熟路的从里面拿出了3款最新款的限量款劳力士。这3款都是我们魔都分店新进的，全是限量款，您看您喜欢哪一种？看着面前的3款一看就价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，你不由得看向了身旁的桂妍叶。看我干什么？赶紧选一款吧，或者全要了。全要。林信一听这话，直接选中了最中间那款看起来并不怎么显眼的黑白色的，就这款吧。闻言，女经理笑着把另外2块表收了起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款表的总价是3800万，在国内非常稀有。多少？你听到这个价格，拿着手表的手一软，差点掉在了地上。而桂妍叶听到这个价格，却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直接从身上摸出了一张黑卡，递了过去。走出劳力士店门，桂妍叶凑上前，在你的耳边口吐幽兰。现在表也有了，要是以后约会你再敢迟到，我保证会让你后悔终生。闻言，你嘴角一抽，合着给我买这么贵的表，就是为了让我约会不迟到啊？为了尽快溜走，你指着远处的奶茶店提议道：要不我请你喝奶茶吧？桂妍叶看了眼不远处的奶茶店，露出嫌弃的目光。我这身份，你居然敢请我喝奶茶？算了，看在你第一次请我喝东西，那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吧。好，都随你。闻言，你高兴地带着他走了过去，身后的几名保镖自然是贴身跟随的。周末排队的人并不少，桂妍叶坐在门口的座椅上等待。趁着这个功夫，你目光隐晦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以确定等会的逃生路线。排了10几分钟队，终于拿到了奶茶。你的。将其中一杯递给了桂妍叶后，你直接拿着奶茶喝了起来。桂妍叶看着手里的奶茶，又看了眼被你喝了一口的奶茶，然后直接把你嘴里那杯给抢了过来。我喝这杯。又在商场逛了一会后，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。你见时间差不多了，表情自然地说道：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。桂妍叶没有怀疑，点了点头。你心中一喜，直接朝着厕所小跑了进去，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。哈哈哈，终于能够摆脱这个女魔头了。走进厕所，你快速地跑到了通风窗前，直接推开窗户朝着下面看去。现在的位置是在商场的2楼，这个高度以你的身体素质还是可以承受的。抓住窗沿，你整个人直接蹲在了窗户上，然后看着下方的草坪，直接一跃而下。自由，我来了！砰的一声，你完美的落在了草坪上。看着远处波澜壮阔的天空，你深呼吸了一口气。自由的气息就是美妙啊！回头看了一眼2楼的方向，你不屑的一笑，还想困住哥？你还是资格在那里玩过家家吧。说完，你头也不回的就朝着商场外跑了，速度健步如飞，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恰好这时一辆黄白相间的出租车从远处驶了过来，停在了面前，你下意识的就坐了进去。师傅，以最快的速度去魔都大学。当车门砰的一声关闭后，你却是一愣，笑容僵硬的看着坐在车里的黑衣大汉以及满脸寒霜的桂妍叶。你怎么可能会在这里？不应该啊！自己的计划明明那么天衣无缝，怎么可能会被发现？肯定是有哪里不对劲。桂妍叶坐在车里，冷笑着看向你，挺能跑啊！我说怎么在商场门口的时候那么听话，原来是想着逃跑啊！事已至此，你也不装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能拿我怎么办？有本事你杀了我啊！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桂妍叶直接对着司机命令道：开车去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这家伙埋了。坐在一旁的你闻言，身体微不可察的一颤，但表情还是一副强装镇定的模样，偷偷摸摸的从怀里掏出了手机，发了条信息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远在魔都大学宿舍的王扁看着手机一脸震惊。好大儿，快来就义父！下面还有一个实时位置共享，显示着你现在的位置，并且还在不断的移动，正朝着魔都郊区而去。王扁看了眼手机上的求救消息，又看了眼已经开始的游戏，脸上闪过一阵犹豫，随后他又给了自己一巴掌。我真是混蛋啊，在儿子和游戏之间居然还犹豫了。说完，王扁直接就拿上自己的电瓶车钥匙冲出了宿舍。半个小时后，魔都郊区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山内，3名保安加上司机正在卖力的挖着坑，你则是被五花大绑的丢在了一旁，眼中闪烁着惊恐。姐，你来真的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很快一个2米深的坑洞被挖了出来。桂妍叶见状也从车上走了下来，他蹲下身取下了你嘴里的抹布。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虽然不会帮你完成，但倾听一下还是可以的。抹布被拿出，你终于可以开口说话。只见你可怜巴巴地看着桂妍叶。姐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再饶我一次吧。知错了。桂妍叶歪了歪头，眼眸的冷漠清晰可见。可是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啊。你有些慌了，被绑在地上苦着脸求饶道：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肯定好好珍惜。埋了我对你没好处的，你还不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怎么样？桂妍叶漆黑的瞳孔看着你，似乎是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给这你一次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冲过来了一辆小摩的，王扁单手骑着车，左手上拎着一把亮晃晃的玩具菜刀，大声道：母儿莫怕，为父来救你。看着突然出现的王扁，你的脸色一喜，心中仿佛是有了底一般，笑了起来。哈哈哈，好大儿，我果然没看错你，快来给我松绑！桂妍叶对着一边站着的保镖使了个眼神，后者会意直接挡在了王扁的路前。约莫2分半后，
桂妍叶面无表情地蹲在了你和王扁的面前，掰了掰手里的玩具菜刀。你嘴角一抽地看着同样被五花大绑的王扁，额头冒出青筋。我让你来救我，你就拿个破玩具菜刀来送人头。桂妍叶饶有兴致地看向你，现在你的帮手也来陪你了，还有什么招可以随便用？王扁身体瑟瑟发抖，眼见自己就要被活埋掉，赶忙对着你劝说道：义父啊，要我看你就从了吧。叶姐姐这么漂亮还多金，别人想要还没这个机会呢。不可能！你心中生出火气，丝毫不服软。老子叫伊藤长，诚实的诚，我堂堂七尺男儿，你让我去跟一个女人玩过家家，我告诉你这不可能。听到这番毫不服软的宣言，桂妍叶彻底没了耐心，眼中冷芒一闪，直接站起身对着保镖吩咐道：两个都埋了吧。